我们工资刚到这儿，他就在公司群里说感恩老板1年栽培，带头要一起给老板发一次工资。这点工资到手里还没捂热乎呢，就先预支出去了。投之以礼，报之以桃啊！那当员工呢，不得懂点人情世故吗？老板都给我们发1年工资了，这都年底了，这不得回点礼，就显得情商高吗？他那不是情商高，是智商低。老板也没想到发工资还能返利呀，我们还得留钱回家过年呢。他想舔老板也不带上我们呢。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，那不是把老板哄得很开心吗？老板收完钱还跟我们说，一定要当他一辈子的好员工。这把私企干的都比体制内稳定了，还不知足？这都是我的功劳。1个月本来就没几个钱儿，还得给老板一部分，咋的？我们不生活了？方便问一下，你们给老板发了多少钱？为了展现同事们的诚意，我推行了最低工资法。最低工资？就是以公司最低工资为标准，多出来的部分返还给老板，真正实现收入平等。那谁是最低标准的？我呀，我不用交钱，比我高的都得上交。你是真该死啊！我刚到手的工资就发出去了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的想法非常超前，但我认为很合理。栽培员工确实很辛苦。老板，我的工资怎么都扣没了？栽培你最辛苦啊，我按劳收费的。公司刚开工，让他去接客户，他骑自行车去的，结果把人客户痔疮给颠破了，送医院去了。老板说要车接车送，那自行车已经是我最好的座驾了。为了接客户，我还特意加装了个商务座，那怕客户着急，我还骑到国道。那谁知道他有痔疮，你没告诉我。我上车就告诉他了，我没好意思直接说我有痔疮，就暗示他我说我嘴里起了个泡，让他慢点骑。结果他越骑越快，给真裂开了。看见没？那客户得痔疮直说呀，那暗示我干啥？我还纳闷呢，这客户怎么一路上夹着屁股走道？我还以为他要窜稀呢，就没敢怠慢，我都站起来等着。这刚开工第1天，他走前还说开工大吉，保证能给我们来个开门红。没想到他指的是痔疮。刚才客户打电话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身体抱恙，先不合作了。这件事确实给公司造成很大损失。那我损失也不小啊！那客户200来斤，一屁股给我车轱辘做成椭圆的了，我2个轱辘方向都不一样，现在一蹬起来他都直蹦的，这我以后还怎么骑？你这可拉到我车屁股上了。既然没有车不方便，为什么不买一辆呢？那我没钱，买不了好车。你的公司只剩1台电车了。你最近天冷低温，电池续航衰减速度快，万一这路上堵车掉电，那更完不成任务了。旁边那客户可以出院了，我去接他。慢点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看事情要乐观，客户痔疮见红，不妨看作一次开门红，预支工资的好彩头。结果自行车车座都掉了，这客户现在拔不出来。公司春节不放假了，让我们在公司过年。老板说我们工作效率低，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。我向老板进献了过年不放假的计策，都留在公司过年。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合理？我觉得特别合理。别人休息的时候，不就是我们返潮的时候吗？春节每年都能过，但你工作耽误了，可就补不回来了。那哪有过年不回家的？你不想家，家里也想你呀。一看他觉悟就不高。那老板都说了要把公司当家了，再说了，过年不就图个热闹吗？那这么多同事陪你一块过年，那多热闹啊！他有觉悟，他留下就行了，带上我们干啥呀？那大过年的不得回家看看亲人呢？我都想我爸妈了。这简单啊，那把咱爸咱妈还有家里人也接到公司不就行了？还能帮你一块干活，提高效率。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想啊，你家人在公司给你包着饺子，那同事们围在会议室边看春晚边工作，这看完还能顺便开个会，那其乐融融的，多温馨的场面。在会议室看春晚，那能有心情吗？这班谁爱上谁上，我上不了。看来你们今年是走不了了，他想的挺周全的。那大不了我们也不给他干活呗，给他卖命还不如搁这玩会游戏呢。反正你告诉他，大过年的让我们白干，肯定是干不了。让同事加班至少得给加班费吧？都把公司当家了，还要钱干什么？你在家里待一会儿，还得跟老板要钱，那不是啃老吗？那反正我是挺乐意跟大家一块过年的。想不到你对同事们的情谊还挺深厚的。想出这个办法是因为不舍得跟大家分开吗？我没抢到回家火车票。公司现在不加班得收费，我们已经连续工作好几天没休息了。现在同事们下班都不敢走，都得留公司加班。之前同事不愿意加班，我向老板提出了加班收费的建议。加班还要收费？就是不加班的同事给加班的同事付加班费，那人家加班帮您把工作干了，你不得付给人家劳务费吗？那多劳多得嘛，非常公平。我们都好几天没睡觉了，就怕工作时长拉不满得赔钱，逼得我们现在下班谁都不敢走。昨晚有个同事生病住院了，就怕拉下加班时长嘛，把他爸叫过来顶的班。这大叔都退休了。这么夸张？我上个星期有天晚上没加班，全公司的加班费都从我工资里扣，我1个月白干了。
你这么做确实太过分了。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呀。那现在同事们特别能加班，下班效率比上班都高。我准备在公司门口贴一条标语：下班才是真正的上班，就给大家鼓励打气。就没试过大家不加班，不就不用内卷了？试过呀，那天同事们一起商量好了，准点下班嘛。他一看我们全走了，直接干了一个通宵。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公司都得赔他加班费，赔惨了。哎，闯哥，你这是感冒了啊，这天越来越冷了，加班加的身体都不行。来杯999感冒灵暖一暖吧。谢谢啊。闯哥，给我也来一杯吧，我也暖和暖和。你也忙啊？一直不休息，身体受得了吗？那你不得劳逸结合吗？我现在白天困了就睡，白天赚不了几个钱，还不如休息，等晚上再赚大家的加班费。我现在每个月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同事给的加班费。这样是不是太卑鄙了？赚钱嘛，不寒碜。我准备建议让老板也加班，一起赚大家的加班费。我要睡了，你下午再来。他这么跟你说的？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是一条非常忠诚的员工，时刻关心着公司的未来，我非常欣赏他。老板，我睡觉一睁眼，同事把我围起来了，好像要揍我，我该咋办呀？没事啊，涛，你挨打的时长我给你算进加班时长里啊。我攒钱买了辆2手车，同事知道了非要蹭我车，我说了拉不了，结果到下班他们全坐我车里，把我车坐坏了。未经别人同意就蹭车是不好的。我们上车就后悔了，那车旧的跟秦始皇开过似的，那四个轱辘方向都不一样，那车轮拧的跟莫比乌斯环似的，本来就坏了，赖我们干啥呀？人多也不至于把车坐坏吧？那我这车本来动力就小，他们人多坐超载了才坏的。刚才掉了。方便问下你的车限载多少人呢？一个人就超载了，那车顶上写的限载0人，这哪是给人坐的？这不灵车吗？你听他瞎说，卖家说了，现在人数小于1就行。我为了买这辆车，还特意减肥2个月适配一下，那试驾头手机都不敢带，就怕超载了。他这车要求挺苛刻的啊，商家说了，这车比较挑人。对不熟悉的车乘坐还是得谨慎点。我们也后悔了，当时一坐下就感觉不对，咯定，后来才知道那车座外皮下面都放了个马扎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们看见的，我们当时还问他这车有没有座椅加热，他说有，然后先把那车座掀起来，往里面贴的暖宝宝嘛。那是他们用不惯，反正我这发动机报废了，他们必须赔我。限载不到1人的发动机，动力可能确实不太好。他那发动机拿电瓶车改的，我掀盖一看插了一身充电宝，那动力能好到哪去啊？我当时问他买的是不是油车，他说电车，现在看来真没骗我。毕竟是同事的爱车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补偿一下的。赔是赔不了了，但是你可以去置换一下。现在东风风行 T515有超级置换政策，不管再旧的车，你都可以置换到购买风行 T515的3万元补贴。那这车能好吗？你说啥话呢？你看这犀利的前脸，动感的腰线，这100万豪车的颜值不比你那强多了？还有这奢华一体的运动式座椅，360环绕数字音效，180度超宽星空天幕，搭载中国新10加马赫动力发动机，超强197匹马力，100公里油耗才6.6升，动力强劲，油耗还低。这么好，我现在就去置换一个。啥玩意糊了？厂哥，帮我拿俩充电宝过来吧，充电宝炸了。